我想先带你去看一群人。1700多年前，在一片幽深的竹林里，有那么几个人，整天聚在一起，做什么呢？喝酒、弹琴、高谈阔论，喝到兴起就对着天空长述一声。高兴了，脱光衣服，披头散发也无所谓，谁也别想用世俗的规矩来框住他们。他们当中，有人能一口气喝下好几斗酒，有人驾着马车出门，从不问要去哪，走到没路了就放声大哭一场，再掉头回来。有人听说别人家院子里的竹子好看，二话不说就闯进去欣赏，主人想拦都拦不住。在那个动不动就掉脑袋的乱世里，这群人偏偏活得放浪形骸，潇洒到了极点。你可能会问，这群人到底是谁？他们就是后世传权千年的魏晋名士，而把他们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记下来，流传到今天的，是一本只有短短1000多则小故事，却影响了中国人1000多年的奇书《世说新语》。今天20分钟，我带你走进这本书，去看一看中国历史上活得最自由、最漂亮的一群人。我们之所以能这么真切地看见魏晋名士的模样，全靠一本书、一个人。这本书叫《世说新语》，编这本书的人叫刘义庆，是南朝宋的一位王爷，他是皇帝的崽子，封临川王。你别看他是个位高权重的宗室，他这个人最大的爱好不是争权断利，而是读书养文人。他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当时最有才华的文士，大家一起把魏晋以来那些名士的逸闻趣事一条一条搜集整理出来，编成了这本《世说新语》。这本书到底长什么样呢？它不是长篇大论的史书，而是1000多则极短的小故事，最短的甚至只有1、2句话。他把这些名士的言行分成德行、言语、正事、雅量、任诞、简傲等等36个门类，等于是给魏晋这几百年的风流人物建了一个分门别类的人物资料库。你可以把它想象成1700年前那群最酷的人的朋友圈截图，每一条都短小、生动、好玩，却又意味深长。正因为他写的不是帝王将相的丰功伟业，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某个瞬间说的一句妙语，做的一件怪事，所以他特别迷人。读《世说新语》，你读到的不是历史，而是一群有血有肉的灵魂。接下来就让我带着这本书当我们的导游，一个一个去认识这些千古风流人物。在正式逛进这些故事之前，你得先搞懂一个词：魏晋风度。要懂魏晋风度，先要懂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汉朝崩殂之后，三国纷争，改朝换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血腥的时期之一。今天还是高官，明天可能就身首异处。一整个家族常常因为一句话、一次站队就被灭门。在这里朝不保夕的恐怖里，读书人该怎么活？他们选了一条很特别的路。既然外在的功名性命都靠不住，那就把全部的精神转向内在的自我与精神的自由。他们开始清谈，聚在一起，不谈政治，不聊家常，而是辩论那些最玄虚的大问题。天地的本源是什么？有和无，哪个更根本？人活着的意义在哪？谈的时候，手里还要握一把竹苇，一种鹿尾做的雅致浮沉，边经挥边弹，风雅至极。于是酒、琴、书法、药，还有那把竹苇，成了名士的标配。他们饮酒是为了在沉醉里暂时逃开乱世的恐惧，他们赋琴写字，是把生命的全部热情投进纯粹的美里。他们放浪任性，不守礼法，是用一种近乎决绝的姿态宣告：我这条命，我这个人，由我自己做主。这种在乱世里活出来的对精神自由的极致追求，就叫魏晋风度。明白了这4个字，我们就可以一站一站去看这群人最精彩的瞬间了。我们的第一站，去见一位最有风骨的名士嵇康。嵇康是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长得高大俊朗，会打铁，会弹琴，会写文章，是当时无数人崇拜的偶像。可他偏偏有个脾气，
对他看不上的权贵，他连正眼都懒得瞧。当时有个大红人叫钟会，是掌握实权的大官，特别仰慕嵇康，特地带着一大群名流，浩浩烁烁跑去见他。结果到了一看，嵇康正在大树底下打铁呢，他的好友向秀在旁边帮他拉风箱。《世说新语》记下了这个经典画面：康方大树下探，象子旗围左骨牌，康扬垂不停，旁若无人。嵇康正在大树下打铁，向秀在一旁鼓动风箱当助手。嵇康高高扬起铁锤，一下一下打个不停，从头到尾旁若无人，就像钟会这一大群人根本不存在。两边就这么僵着，过了好久，谁也没理谁一句话。钟会讨了个没趣，只好转身要走。这时嵇康才慢悠悠地开口问了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你听到了什么才跑来？又看到了什么要离开？钟会也是个机灵人，回了一句同样漂亮的话：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我听到我该听到的而来，看到我该看到的而去。一来一回，针锋相对。你体会一下嵇康这个姿态，面对一个能决定他生死的权贵，他不卑不亢，不迎不送，连手里的铁锤都不肯为对方停一下。这就是名士的风骨。一个人可以穷，可以被杀，但他的尊严，他的傲气，谁也夺不走。当然，这份傲气后来也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这个我们后面再说。先记住嵇康扬垂不停，旁若无人的这个背影。看完了最硬气的名士，我带你去参加一场1700年前最风雅的聚会——兰亭雅集。西元353年，也就是东晋永和9年的暮春3月，大书法家王羲之邀集了当时40多位名士，到会稽山阴的兰亭办了一场文人聚会。这一天的盛况，王羲之自己在那篇千古名文《兰亭集序》里写得明明白白：群贤毕至，少场咸集。当时有才德的贤士全都来了，年长的、年少的，济济一堂。那他们在兰亭玩什么呢？玩一个极其风雅的游戏，叫曲水流觞。王羲之写道：引以为流觞曲水。他们把一条清澈的溪水引成弯弯曲曲的水道，大家沿着溪边坐下，把盛了酒的酒杯放进上游，任它顺着水流飘下来。酒杯飘到谁面前停住了，谁就得即兴赋诗一首，做不出来就把酒3杯。你想象那个画面，青山环抱，茂林修竹，一群最聪明风雅的人沿着一湾流水散坐，酒杯在水面悠悠打转，笑语、诗句、水声交筑成一片。这几乎是中国文人心中最理想的一个下午。而这场聚会最了不起的成果，是王羲之趁着微微的醉意，当场为大家的诗集写了一篇序，这就是被后世尊为天下第1行书的《兰亭集序》。据说他酒醒之后又重写了好几遍，却怎么也写不出当时那种神来之笔的境界了。一场酒，一湾水，一篇序，就这样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永远无法复制的一个高峰。你看，名士的潇洒不只是放浪，更是把生命中最美好的一瞬活成了千古绝唱。兰亭的雅集之外，名士的潇洒还有另一种更高级的活法，那就是能放得下。我带你去见东晋最有名的一位政治家谢安。谢安年轻的时候名气已经大得不得了，朝廷3番2次请他出来做官，他却一概推辞，跑到会稽的东山去隐居。他在那儿做什么呢？游山玩水，吟诗饮酒，和名士们倾谈，过着神仙一般逍遥的日子，一住就是好多年。这就是后来东山再起这个成语的由来。当时很多人都替朝廷诸级私底下议论纷纷，《世说新语》记下了当时的一句话，他们说：安石不肯出，将如藏生河。安石是谢安的字，这位谢安先生死活不肯出来做官，那天下的老百姓可怎么办呢？你听这句话的分量，整个天下的人都把安定的希望寄托在这一个高卧东山悠哉悠哉的隐士身上。
谢安为什么能这么从容？因为他活得通透，在他眼里，做不做官、有没有权，都不是非要不可的东西。该隐的时候，他就真心实意地隐，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半点不为功名焦虑。后来时局需要，他才慢慢出山，最终成了东晋的中流砥柱。一个人能在该放下的时候真正放下，又能在该担当的时候挺身而出，这种收放自如的从容，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风度。而这份从容到了极致会是什么样子？下一个故事你就会看到。谢安一生最高光的时刻，是一场决定东晋生死存亡的大战——淝水之战。而他在这一刻表现出的风度，更是被传绝了1000多年。西元383年，北方前秦的君主苻建率领号称100万的大军南下，要一口气灭掉东晋。当时东晋能调动的兵力不过区8万，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这仗必输无疑。整个建康城人心惶惶，而坐镇指挥的正是宰相谢安。决战那天，谢安在做什么？他正和一位客人悠悠闲闲地在家里下围棋。《世说新语》是这样记的：谢公与人围棋，俄而前线的捷报送到。谢安拆开信看完，穷剩一句话都没说，神色平静地把信放在一边，又转顾身去，慢慢继续下他的棋。客人实在憋不住了，问他前线到底怎么样了。谢安这才淡淡地回了一句：小儿辈大破卒。家里这些小子们已经把敌人打得大败了。你听听，小儿辈大破卒，这可是一场以8万对100万，赢下了整个国家命运的可视大捷啊！换成任何人，怕是早就欣喜若狂，奔走相告了。谢安却只用了轻描淡写的5个字，书里用8个字形容他当时的样子：异色举止不异于常。他的神情、脸色、举手投足跟平常一模一样，没有半点变化。其实啊，后人考据说他内心何尝不激动。故事还有个有名的尾声，等客人一走，谢安回到内室，因为太过兴奋，连脚上木屐的鸡齿被门栏磕断了，他都浑然不觉。原来那份不异于常的镇定，是他用极大的自制力硬生生压下来的。可正是这种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气度，成了中国人心中名士风度最经典的一幅画像。真正的强大，是在天大的事面前，依然守得住内心的那份从容。如果说谢安的风度是沉得住，那下一位名士的潇洒就是真性情到了极点。我带你去看一个发生在雪夜里、美得像首诗的故事——王子游雪夜访戴。王子游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骨子里流着名士最放达的血。有一年冬天，他住在山阴，某个夜里一觉醒来，推开门一看，外头下了好大的雪，天地之间一片洁白，月光把雪地照得晶莹透亮。他被这满眼的雪景迷住了，一个人起身在屋里来回踱步，一边饮酒一边吟扯起左思的朝吟时。吟着吟着，他忽然想起了一位住在单县的好朋友，叫戴安道。这个念头一起，他再也按捺不住，当下就决定连夜坐船去看他。要知道，那可不是一段近路。他坐着小船，在寒冷的雪夜里，沿着单溪走了整整1夜。《世说新语》说，惊宿方至，走了一整夜，天快亮了，才终于到达戴安道的家门口。可接下来这一幕，才是整个故事的神来之笔。王子游千辛万苦，走了1夜的水路，到了门前，却没有进去敲门，而是造门不前而返。人都到了门口，他却转身就往回走了。同行的人都看傻了，忍不住问他这是为什么。王子游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话：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我本来就是趁着一时的兴致来的，现在这股兴致已经尽了，那就回去，又何必非得见到戴安道呢？你细品这份潇洒，
他冒着风雪坐了一夜的船，图的不是见朋友这个结果，而是那一路上被血液激起的那股纯粹的兴致本身。兴致来了，他就全情投入，说走就走；兴致尽了，他便毫不留恋，坦然而返。整件事没有目的，不计成本，只忠于自己当下这颗心。这种纯粹的近乎任性的真性情，正是魏晋名士最动人也最让后人驾往的地方。活着有时候过程本身就是全部的意义。萧索了一路，可名士的故事里也藏着最沉重最让人心碎的一刻。我们回过头来看竹林七贤那位最有风骨的嵇康，他生命的最后一个瞬间。前面说过，嵇康那份不肯向权贵低头的傲气，最终为他惹来了杀身之祸。他被权臣构陷，判了死刑，押往刑场。那一天，据说有3000名太学生集体上书，请求赦免他，让他来做老师，都没能救回他的命。而嵇康面对死亡的方式，把魏晋风度推上了千古的尊峰。《世说新语》记下了那一幕：嵇中散陵行东市，神气不变。嵇康在刑场上从容赴死，脸上的神情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他抬头看了看日影，估算时间还早，便向旁人要来了一张琴，端坐下来，当着刑场上所有人的面，从容不迫地弹了一曲。那首曲子叫《广陵散》。一曲弹罢，嵇康站起身，留下了一句令千古之下的人都为之扼腕的话：广陵散，于今绝矣。这首《广陵散》从今往后就要失传了。他痛惜的不是自己的死，而是这曲绝世之音将随他一同消失在世间。一个人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把对死亡的恐惧放到一边，只惦记着一首曲子的存亡，这份对美的痴情，对生死的超脱，就是名士风骨最极致、最悲壮的绽放。同样的痴情，也藏在另一个名士身上。王子猷有一回暂住别人家的空屋，住进去第一件事就是叫人在院子里种竹子。有人不解地问他：“你只是暂住几天，何必这么麻烦种竹子呢？”王子猷没有直接回答，他笑靥良久，对着竹子吟视了好一阵，然后抬手指着那片竹子说了一句：“何可一日无此君？我怎么能一天没有这位先生呢？”他把竹子当成了不可一日离开的知己。你看，从嵇康到王子猷，名士爱的从来不是俗世的东西，他们爱的是琴，是竹，是那一份前进而高洁的精神。而这本《世说新语》合上，我想跟你聊聊，这群1700年前的人到底想告诉今天的我们什么？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活得太重了？我们被无数的标准绑着，要赚多少钱，要买什么房，几岁该结婚，别人怎么看我？我们活成了别人眼中应该的样子，却常常忘了问一句：我自己到底想怎么活？而魏晋名士恰恰活出了相反的那一面。他们最打动人的不是有多少才华，而是那一份为自己活的勇气。嵇康教我们的是风骨，一个人可以失去很多，但不能丢掉自己的尊严和傲气，不向自己看不起的人低头。谢安教我们的是从容，天大的事压下来，也守得住内心的那份镇定，不被外境牵着走。王子猷教我们的是真性情，忠于自己当下的那颗心，性之所至就全力以赴，不为结果患得患失。而他们所有人加在一起教我们的是同一件事：这一辈子你要记得，至少为自己痛痛快快地活一次。当然，我们不必真去学他们酗酒、裸奔、不守规矩，那是那个特定乱世的产物。我们要学的是他们骨子里那份东西。在这个处处都是标准答案，人人都怕活错的时代，敢不敢偶尔听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敢不敢在某个瞬间像王子猷那样乘兴而行，
兴尽而返，做一件没有用却让自己快乐的事。《世说新语》用1000多则小故事替我们留住了一群活得最漂亮的灵魂。它真正想提醒我们的，或许是人生短短几十年，与其活成一个让所有人满意的标准件，不如活成一个让自己无悔的独一无二的自己。愿你我都能在这个痛的世界里活出一点属于自己的轻盈的风度。好，20分钟到了。今天我们跟着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走进了魏晋名士的世界。我们在竹林里看他们纵酒长吁，看嵇康在大树下扬垂不停，旁若无人；在兰亭边上看群贤毕至，曲水流觞。我们看谢安高卧东山，又在淝水捷报前不动声色地下完一盘棋。我们陪王子由雪夜乘船，乘兴而行，兴尽而返。最后，在嵇康刑场那一曲广陵散的绝响里，见证了名士风骨最悲壮的绽放。一群活在乱世，却把日子过成诗的人，一本只记言行片段，却流传了1700年的奇书。我希望今天这趟旅程，不只是让你认识了几个古人，更能让你在合上影片之后，对我们到底想怎么活这个问题，多一分属于自己的答案。如果这趟魏晋名士之旅让你有收获，记得订阅这个频道。我每周都会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好书。下一集，我们要从魏晋的竹林走进明代文人的案头，读张潮的《幽梦影》，看古人如何把生活的情趣与闲事过成了一门精致的艺术。最后，在留言区告诉我，嵇康的风骨、谢安的从容、王子猷的真性情，这3种潇洒，你最向往、最想拥有的是哪一种？我们下集见。